今晚加入我的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·费特曼。谢谢参议员的到来。您是否同意川普总统的说法？他认为美国目前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。我觉得我同意的是，到目前为止，这个结果一直都非常出色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看看这些数据，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次数下降了90%多，而且伊朗现在真的已经无力反击，无法有效打击我们的资产或者以色列了。所以在7、8天后消灭了所有的领导层，几天后取得了空中优势。我觉得总的来说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局面是非常出色的。你觉得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一个你可以称之为胜利的程度呢？我的意思是，谁能确切知道呢？但我知道以色列会继续打击黎巴嫩，也会继续打击伊朗。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已经取得了什么成就。我们的军队已经能够消灭大部分的伊朗领导层，并且实际上有效地摧毁了他们的军事机器，而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随机地发射几架无人机，做一些事情。他们一直无法影响以色列社会或者他们的军队，或者我们这里的军队。我问这个是因为你的一些民主党同事说，他们认为政府在伊朗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。你是否担心他们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在伊朗的行动？我非常清楚，我是参议院里唯一支持这次行动的民主党人，我也会继续支持。我想提醒所有观众，无论是希拉里·克林顿竞选总统时，还是卡马拉·哈里斯在2024年竞选时的说辞，事实上，哈里斯当时把伊朗列为他的首要关切。他曾称伊朗是一个严重的威胁。现在每一个民主党人都同意，他们绝不能允许伊朗获得核弹。而现在，唐纳德·川普已经做到了这一点，使得伊朗几乎不可能获得核武器。而且也已经有效地摧毁了整个伊朗军事机器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民主党人，如果当初我们有所有的这些目标和担忧，而现在他已经实现了这些，为什么我们现在却只能批评？或者他们总是可以把它说成是一次失败，或者声称局势已经失控，这根本不是事实。现在我认为我的底线就是地面部队。如果他们开始谈论派遣地面部队，那我就要开始担心了。我想现在甚至连赫格塞斯部长都说过，不要搞国家重塑，不要搞国家重建，没有人想参与那样的事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从来都不是这次任务的一部分。当每一个民主党人坐在那里看到川普取得的这个成绩的时候，其实每一个民主党人都希望达成这些目标，但是我不确定为什么他们不能承认这是一个积极的结果。对我来说，这不仅仅是政治，而是在国家利益和某些选民的压力下，要求谴责或假装情况很糟糕之间做出选择。所以你的底线是在伊朗部署美国地面部队。总统今天说，他认为这既是一场战争，也是一次短暂的军事行动。当你和宾州的人交谈时，他们也认为这是一次短暂的军事行动吗？我认为这是我们实现了一个关键目标。我会提醒大家，无论是希拉里·克林顿还是卡马拉·哈里斯，他们都同意，我们绝不能允许任何人获得核弹。我会挑战任何一位民主党的议员，问他：你能接受伊朗获得核弹吗？我认为没有人会接受。而现在，川普让伊朗几乎不可能获得核弹。我会把这描述为一个极其积极的发展，是我们所有民主党人都支持的，或者说我们都希望实现的事情。是的，但我认为有些人可能会对总统使用的军事行动这个词提出异议，因为美国军队因此而牺牲。您如何看待这个词？我不会去纠结于咬文嚼字，我们就事论事吧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会称之为极其成功。
这与所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愿望和担忧，以及与现在在国会任职的任何人，你知道，无论是宾州还是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州的议员的目标都是非常一致。如果你知道有哪位众议员或参议员认为伊朗获得核弹没问题，我很乐意和他们谈谈，请他们解释为什么伊朗获得核弹是可以接受的。你提到了你和你的同事与其他的民主党同僚们之间的不同之处。除了你之外，每一位参议院的民主党人都签署了一封信，今天写给战争部长赫格塞斯，要求调查对伊朗一所女子学校的袭击。参议员，你为什么没有签署那封信呢？因为我们都同意学校被击中是一场悲剧，绝对的，而且我们现在都同意进行调查。我和我在众议院的其他同事们不同意的是，他们认为这场战争并不是必要的，或者说这是愚蠢的，或者我的同事们形容的关于这次行动的所有那些说法。我认为这个军事行动是一件好事，我支持它。而且现在实际上五角大楼已经在调查了，他们刚刚承认了，而且现在看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是参与其中的。就像我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同事说的那样，你知道我们应该为此道歉，那是一场悲剧。我想提醒现在所有正在听的人，美国绝不会有意以平民为军事目标，而伊朗会，你知道吗？包括他们攻击他们自己的公民，他们就在几周前屠杀了35000人。而请注意，左翼媒体对这个学校的事件更加愤怒，或者说谈论得更多。这确实是一场悲剧，但他们似乎不太关心几周前伊朗人屠杀了数万名年轻人。所以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达成了一致，但我们在某些方面不同意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是一件好事，而党团会议中的其他每一位民主党人都用各种负面词语来形容它。我们 CNN 确实广泛报道了伊朗的抗议活动，报道了很多关于人们内心对这个政权的感觉。但是，我不看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我说的是其他左翼媒体，我没有把您归类为。请继续。明白，我只是想澄清一点，我们确实报道过伊朗民众抗议，但我想明确一下，你是否认为，如果美国负有责任，五角大楼就应该承认他们是意外击中了一所女子学校？是的，我之前说过，他们似乎已经在承认所有这些事情。我认为那封信在目前看来，在那些事情已经曝光之后，基本上已经没有意义了。现在五角大楼已经承认是他们做的，我不知道你们的电视台讨论了什么，但我想说的是，像《纽约时报》这样的媒体，他们都在越来越多的试图让美国人相信这场行动是一场灾难，或者说事情已经失控了，但这绝对不是真的。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值得报道。显然，考虑到因此丧生的儿童人数，那里发生的事情显然很重要。我们会看看五角大楼的调查结果怎么说。参议员约翰·费特曼，感谢您今晚抽出时间，一如既往的感谢您的参与。哦不，你不用在这里打断我。请说，参议员，我们没有打断你。你说的好像是。你报道这件事是合适的，报道这件事确实是合适的，这绝对是一场悲剧。如果是与我们有关，那我们完全应该道歉。但是如果你在暗示，我认为报道这件事是错的，那绝不是那么回事。这个事件正在被报道，我只是想澄清一下，你刚才看起来像是一个短暂的打断，暗示我不想承担那个，或者我认为谈论这件事是完全合适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向观众澄清一下，我们为什么要报道这件事。参议员，谢谢您，很感谢能听到您的想法。谢谢您。接下来我想谈的第二件事是我们在英国的朋友，他们确实是我们的朋友。我爱英国的人民，我确实爱他们。我在那里上过一段时间的学，他们是了不起的人。他们理应得到比现在这个政府更好的政府。我这么说绝没有不敬的意思，但是，我不太喜欢这位首相斯塔默首相。
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是由天才们建立的，但目前它却被一群白痴管理着。我们进入了伊朗，因为我们别无选择。我不想让美国成为世界的警察，我真的不想。但有时世界上的一些坏家伙决定要当世界的警察，这就需要我们介入，这就是我们身在伊朗的原因。如果我刚才说的是伊拉克，那是我说错了，口误，天色不早了。我在说，这就是我们身在伊朗的原因。总统进入伊朗不是为了发动战争，他进入伊朗是为了阻止一场战争。让我告诉你们，我为什么这么说。我们的情报清楚明确、毫不含糊地表明，伊朗已经重新启动了他的核弹头计划。而且我要说，我也爱伊朗人民，我是认真的。我不太看好他们的政治领导层。伊朗的善良人民基本上在过去和现在都在新的最高领导人统治下，就像《闪灵》里的杰克·尼克尔森所扮演的角色一样。伊朗的领导层是彻头彻尾的疯子。他们的宗教教导他们，他们对宗教的解释告诉他们，他们必须杀死那些不以他们同样方式解释自己宗教的人。当你的宗教告诉你去杀人时，在我看来，是时候换另外一个宗教了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的情报清楚地表明，伊朗已经重新启动了他的核武器计划，而且他的计划是，他们的计划是生产大量的导弹，包括弹道导弹以及一定数量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。事实上，他们每月生产200到600枚弹道导弹。我们的情报显示，他们的计划是囤积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，以至于如果我们或者任何国家再次进入伊朗，阻止他们获取核弹头的新企图，他们就会毁灭整个中东，整个中东地区，还有他们能够打击到的其他国家，比如土耳其。这是一个事实，情报就是这么显示的。所以，总统为了避免未来的战争，说我现在必须介入。这就是我们的任务。我不管你们听到了什么，这就是我们在伊朗的任务。我们要摧毁他们的海军。我们要摧毁伊朗的空军，我们要摧毁伊朗的导弹生产设施，我们要摧毁伊朗的无人机生产设施，我们要摧毁他们的导弹和无人机，或者让他们尽可能多的消耗掉，然后我们要攻击并摧毁革命卫队使用的基础设施，然后我们就要撤离。现在，我的一些民主党的朋友们有很多猜测，说总统会派地面部队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如果总统派地面部队，你会听到砰的一声，那将是我惊讶的一头栽倒在地的声音，我会晕过去。这场军事行动会持续多久？我想再过几个星期，然后我们就会撤离。我们的情报准确吗？你最好相信它是准确的。伊朗领导层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他们开始攻击中东所有其他的国家。他们甚至向土耳其发射了一枚导弹。他们甚至向英国的基地发射了一枚导弹，击中了他在塞浦路斯的一个基地。
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些背景情况，这样你们就会明白总统为什么这么做。我刚才告诉你们的一切。英国首相斯塔默是知道的，他掌握着和我们同样的情报。当我们需要军事行动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不能使用任何英国空军基地或军事基地，一个都不能用，零，没有。”他特别提到，你们不能使用迪戈加西亚，那是美国和英国在印度洋的联合军事基地。凯尔斯塔默正试图把它送给毛里求斯。你们听我在参议院议事厅谈论过这件事儿。当然，毛里求斯会欢迎中国人进入。现在，一旦战争开始，朝着相信自由的人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，斯塔默首相就改变了主意。现在他说，你们可以使用我们的基地了，非常感谢，但有点晚了，我们不需要你们了。他还试图给川普总统提供关于如何打仗的建议。这有点像向修女请教两性关系的事。基尔斯塔默爵士，他绝对是你最不应该去找来咨询如何进行军事对抗的人。他是那种人，就是如果你正在酒吧里打架，他会想停下来引用苏格拉底的话，而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一场酒吧斗殴。